誰かと喋りたくて。花子はいいよね。何でも持ってる。以前 Silent Hill 系列的战斗诅咒都是以简单的近战配合枪械射击的玩法，因为这次剧本和1960年日本昭和时代的设定比较独特，在保留主角为一般人角色的条件之下，我们感觉这是个机会来为 Silent Hill 设计一个全新的战斗系统。而为了加强近战的游戏性，我们设计了一些像 Hinako 这样的普通人也能做到的战斗技能。例如在集中精神的时候，更能抓到敌人的破绽的瞬间，并且加以反击。奋力一击则是适合主动打破僵局，制造对自己有利的局面。以及在千钧一发闪过危机的时候，因为肾上腺素飙升而暂时不会感到疲劳等等，这种基于现实层面的设计，来做出一般人有可能做到的事。而 Hinako 在面对这些威胁时，也能够在龙之丘这个小镇找到各式各样可以充当武器的工具。这些工具的操作手感差异很大，例如短刀类的轻型武器动作快，适合追击；重型武器则是牺牲了速度，但是能够用来抵挡大部分的攻击。即使在面对相同的敌人，也会依据当下身上有什么武器而产生截然不同的战斗体验。玩家还能够透过装备御手来调整自己的能力，请务必尝试看看各种不同的组合进行挑战，突破难关。不过 Hinako 终究还是普通人，要是碰到了无法处理的状况，最好还是先跑再说。这次的怪物，我们在最初设计时便下了很多功夫，因为它不只需要满足游戏性，更需要与老师们讨论每个怪物的行为代表着什么意义，以及这些意义更应该用什么样的视觉表现，来确保怪物们与故事有着紧密结合的关联性。其中，头目战更是为了能够完全传达出龙骑士老师的故事魅力而量身打造的。这些想法在经过 Kara 老师的设计之后，完美的表现出你们最终所看到的美丽而令人战栗的风格。至于这些怪物与头目究竟隐藏着什么秘密，我最好不要透露太多。我想这个部分就留给玩家自行去发掘体会了。除了动作设计外，我们在解谜设计上也会以 Hinako 的角色设定为出发点去发想。我印象比较深刻的解谜是在郊区的一个设计。一开始我们想象 Hinako 这时的潜意识会是什么样的情况，他内心会有怎样的想法。在几个不同的提案下，我们最后决定以迷失方向为主题去发展这段解谜流程。我们在讨论这个关卡的视觉时，有一度争论要用怎样的田野，因为种稻的田地会因季节有不同的状态。最后我们设计成一路上经过时，田野有不同的季节变化，目的是让环境变成一个关卡的前置铺陈，最后进入一个荒芜且充满雾气的神秘关卡。这整个过程也是在视觉上暗示主角越来越进入深层的心理状态。迷失方向的情况下，要怎么样才能找回前进的路，是这个解谜的主轴。在这个解谜中，需要一个引导的角色，我们选择了稻草人这个形象。这只角色是我们在基于 Kara 老师的怪物设定下进行的发想，因为要符合骨架上的共用，所以我们思考了一下怎样的形象会跟之前的怪物有所区别。最后利用了跟 Hinako 相关的制服以及具有象征意涵的面具，像是稻草人被给予了一个名为学生的身份，整体呈现诡异、令人不舒服的形象，来贴合这里带有孤寂感的田野关卡。我们希望本作的解谜设计能把这个 IP 的精神延续下来，维持一贯的调性与魅力。因此，在谜题的背后，我们设计了与剧情、角色背景紧密连结的设定，让解谜不单只是为了解锁一扇门，而是一步步深入角色的心境与潜藏的真相。Hinako 是一位面对来自昭和时期社会、父母、同侪与世俗的期待，不善表达与处理自己的情感，内心充满了各种细腻想法与情绪的角色。我们很高兴这一次能由加藤小夏小姐来诠释她，而透过 photo scan 以及 motion capture， 让我们更精准地将这些情绪与动作带入游戏中。
这次动作捕捉选择在日本进行，并由当地的演员参与演出，让我们可以更完整的诠释与体现日本的文化与价值观。casting 的演出这部分在我们游戏开发中是相对独立的作业，为维持演出内容与游戏间的串接，拍摄前的准备沟通是确保现场拍摄是否顺利的一个最大的关键。Konami、演员、mocap 制作公司跟泥巴这4方需要非常紧密的沟通协调，也包括在 mocap 拍摄的时候，泥巴的制作人、总监、cinematic 组长也会亲身到日本的拍摄现场，其他相关人员也要在线上参与的方式来进行。Silent Hill F 中长达90分钟以上的演出分量，从故事分镜、脚本、演员表演、资料处理到最后的后制，这庞大的工作量对于初次尝试的泥巴而言是一个超级大的挑战。演出规划需要严谨的时程，而游戏设计需要迭代的弹性，因此动捕录影的当下，有时候无法拥有完整的设计细节，此时就需仰赖现场专业人员各司其职与随机应变。剧组对于场景与道具的设置、安全性的确保，演员依靠有限的资讯就要诠释出需求的动作与情感，导演与动作指导适时的指示与演技示范，最后身为游戏设计师的我们，确保演出的内容符合游戏的需求。要将龙骑士老师的内容变成一个大家看了 casting， 其实真的是一个比想象中还复杂的过程。用一个简单的方式来比喻的话，如果说龙骑士老师是写故事的人，那么我们泥巴就是说书的人。为了能成功地表达出老师文字里的世界，团队初期花了非常多的时间去阅读跟研究老师的文本，因为最重要的就是要先了解老师他想表达内容以及重点是什么。因为有时可能是剧情上的，有时可能是视觉上的。在我们思考并划分哪些东西要透过游戏性来呈现，哪些则是要透过演出来表达后，才能开始着手将老师的故事剧本化。这是个非常纤细、重要且需要来回确认的工作。虽然过程中疫情增加了这方面的难度，但在经过多方反复的沟通与确认后，最终有成功达成共识，并进入视觉的制作。扮演 Hinako 的加藤小夏，理所当然地与其他的演员有许多的对手戏，这些对手演员们甚至还包含了他自己。在一场 Hinako 与自己对话的戏中，借由动态捕捉可以立即回放的技术，让加藤小夏与自己演的对手戏在现场得以很快的预览结果。主は大切な大切な